让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起飞至少需要多长的跑道？答案可以是0。其实也不奇怪啊，因为像 F-35或者是耀式这类可以旋转喷嘴的战斗机呢，是能够直接垂直起飞的嘛。但是啊，对于一架喷口不可动的上个世纪生产的2代机而言，比如洛克希德的 F-104，它也能够将起飞所用的跑道降为0吗？实际上还真可以啊。而玩出这个花活的就是历来不喜欢走寻常路的德国人了。咱们先来看看它是怎么做到的啊。首先，一枚固体火箭助推器呢，会与机身呈20度的角度固定在 F-104G 机身的下方。长4米、直径74厘米的它呢，重约1900公斤，点燃之后能够提供大约12万磅的推力，并持续8秒钟。当然，在点燃它之前啊，飞机本身还必须要被架在一个同样上翘了20度的发射支架上。飞行员先是启动 F-104G 自己的发动机，将油门推到最大，加力燃烧也一并开启，然后再摁下助推火箭的点火按钮。在两者的合力之下呢，飞机就能够一头炸向天空了。8秒钟之后，助推器燃烧完毕。此时的 F-104G 已经升到了大约120米到210米的空中，距离发射架呢已经飞过了600米，并且已经获得了463到64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丢掉废弃的助推器，它就可以自由地飞向目标了。你看全程不见任何的跑道，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起飞方式呢，叫做 ZELL 零跑道起飞，看起来呢是非常的酷炫啊。但显然德国人一定不是因为酷炫才会用它的啊，实际原因是这样的：在冷战期间，德国更具体讲呢是西德面临着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作为北约成员国，西德军队需要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以应对苏联可能发起的任何进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西德空军比谁都更需要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迅速起飞进行战斗巡逻或者是空中拦截的战斗机嘛。而来自洛克希德的 F-104正好就是这么一架拥有优秀的机动性能和高空性能的飞机了。它的最高速度超过了2.2马赫，可以快速飞越战斗区域。此外 ，F-104呢还拥有出色的声线，可以飞到2万米以上的高度，这就使得它可以轻松的在高空中进行侦察和监视任务嘛。妥妥的就是西德空军的最佳选择啊。然而，德国的许多机场呢都是位于城市或者其他有限的空间之内的，很难满足 F-104等战斗机正常的起飞和降落的需要嘛。另外啊，苏联的导弹技术也是越来越发达啊，对于德国的空军基地就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德国军方需要一种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快速起飞的方式了，从而保证空中力量能够获得快速的反应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零跑道起飞技术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了。它可以让飞机在任何空地上起飞，大大提高了德国空军的灵活性和战斗能力嘛。而且从此也不再怕敌人专门对咱的跑道下手了。因此啊，德国空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积极探索零跑道起飞技术，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测试，最终成功的将 JATO， 也就是喷气式助推起飞火箭系统应用在了 F-104战斗机上，为我们带来了这些宝贵而魔幻的画面。并且为了追求更高的机动性以及解决一些零跑道起飞的固有的缺陷，比如它对侧风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德国人还研发了该系统的移动版本，不光可以固定着打，现在还可以跑起来打了。真的就是把发射飞机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灵活了，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脑洞啊！但是如此之好的起飞方式却很快就被叫停荒废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看起来很美好，用起来很糟糕嘛。几个方面啊。首先，在这种起飞方式下呢，飞机是无法携带足够的燃料和武器的，这就限制了它的作战半径和作战能力，使得它不能胜任一些关键的任务嘛。其次啊，它还存在着一些非常严重的安全风险。由于起飞时的加速度会非常的迅猛，使得导致飞机出现不稳定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事故。而且它也强烈仰仗于助推火箭的工作状态啦。要是点火发生故障，甚至点火时间过长，都可能会导致发射失败，进而造成事故。然后它的维护和准备也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嘛。把这么个带特殊支架的火箭装到飞机上本身就不容易了，还要连带它和飞机一块再装到专门的支架上面，就更是一项复杂的挑战了。装上去之后，你还要存放，你还要看管，你还要维护吧。由于其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些飞机分散在国土上的各个角落，所以这些后勤保障呢就会被拉得庞大而且昂贵，支撑起来呢就相当的不易啊。最后还有一个逻辑啊，一开始估计德国人也没有想通啊。
我有了零跑道起飞的飞机，在基地和跑道都被敌人给炸掉之后呢，还能起飞去以牙还牙，这挺好啊。但是他们报复完之后还回不回来呢？尤其是考虑到 F-104那捉襟见肘的作战半径时，难道要把他们全都变成是一次性的吗？不现实嘛。所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起呢，就是站不住脚的，你压根儿就不能这么考虑问题嘛。所以很快啊，带着助推器的 F-104就消失不见了。最后咱们再说一个好玩的。虽然我刚才夸了 F-104它飞得高又飞得快，但是这架飞机同时也是一架缺点非常明显的飞机了，它的燃料经济性很差，需要大量的燃料来保持其高速和高空飞行，因此其航程较短。此外，由于其高速和高机动性，就让 F-104在低空飞行时变得极其难以操控了。曾经为此发生了很多起的事故啊，拥有非常糟糕的安全记录，被称为飞行的棺材。其驾驶舱的绰号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许多飞行员都称其为绞刑架，就因为它太狭窄了嘛。但是偏偏这么个本身就很危险，还再带上个更加危险的火箭发动机，以如此危险的方式射向天空的零跑道起飞，却在数百次大规模的试飞试验当中呢，保持了零事故的记录，实在是安全的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啊。所以最终把它取消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可惜啊。